iPhone 17 Pro 拍照进步超多，但拍演唱会赢得了神机 Galaxy S25 Ultra 吗？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这频道中做了 iPhone 17 Pro 拍照 PK 的问卷调查，大家投票结果 Galaxy S25 Ultra 拿下第一 ，vivo X200 Pro 拿下第二。所以这一期我们就先进行 iPhone 17 Pro 对上 S25 Ultra。话说啊，之前看到知名评测公司 DxOMark 做了 iPhone 17的相机评测，它以168分拿下所有手机排行榜的第3。而今天的对手 S25 Ultra 呢，仅以151分排在第21。而且在夜拍的部分啊 ，iPhone 17 Pro 以143分啊，大幅超越仅有116分的 S25 Ultra。不晓得大家看到之后有什么想法？当然，看照片的好坏是非常主观的啊，所以今天就用我的观点来评判谁比较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先来看一下相机规格 ，iPhone 17 Pro 采用3镜头设计 ，S25 Ultra 则是4镜头。规格比较表，请大家直接看图哦。那其实两款手机在超广角主镜头跟潜望长焦所用的感光元件面积其实差距不太大，最大的差别是 S25 Ultra 多了一颗3倍的望远镜头来衔接3倍到4倍主镜头，数位焦段比较不足的部分。另外一个不小的差异就是在望远镜头部分，也就是 iPhone 17 Pro 是4倍，那 S25 Ultra 是5倍。那另外当然就是主镜头的2亿像素感光元件哦。所以要怎么比较呢？看起来是非常的难啊。好啦，那我比较方式会用超广角啊，那接下来就是1到3倍的主镜头涵盖范围，那另外就是4倍到10倍的望远镜头涵盖范围啊，还有20倍以上的数位长焦进行去做比较。那另外也会特别拉出舞台拍摄的实测，还有录影的实测这几个项目哦。测试比较会先从超广角镜头看起。Galaxy S25 Ultra 在光圈还有感光元件都比 iPhone 17 Pro 要优异一些，视角也更大，那拍起来真的就会比较好吗？日拍时候可以感觉到 iPhone 17 Pro 有比较鲜亮的感受啊，色彩比较明亮一点点啊，比较透明一些。S25 Ultra 只是会有隔层纱的感觉哦。那细致度部分，两者其实差异不太大。iPhone 17 Pro 的对比鲜明啊，或在视觉上有着比较好的细节感。不过，如果在 HDR 上的表现 ，S25 Ultra 是好蛮多的哦。那夜拍的时候 ，iPhone 17 Pro 一样有比较好的对比跟色彩通透感。不过在放大后的细节表现上 ，S25 Ultra 表现比较优异一些，而且在高光抑制上的表现 ，S25 Ultra 也更胜一筹哦。所以在超广角这个焦段，其实我会比较喜欢 iPhone 17 Pro 的色彩表现。不过以拍照的能力来讲哦，以细节度来讲 ，S25 Ultra 会比较优异一点。主镜头这个项目的评测会比较特别，因为 iPhone 17 Pro 主镜头会涵盖到3倍的焦距，也就是 S25 Ultra 的3倍望远镜头光学焦距。那我这边会直接让数位对上光学，毕竟 S25 Ultra 多花了一颗镜头成本，当然要让这个成本的效果有所表现。来，我们直接看照片，1倍跟2倍焦距在日拍部分，两款手机在色彩调性上都跟各自的超广角镜头非常的接近啊。那 iPhone 17同样有着比较鲜明的表现哦，那 S25 Ultra 则在 HDR 上表现比较好一点点。细节部分在1倍的部分比较没有什么差别啊，其实我看不太出来哦。但在2倍的时候 ，S25 Ultra 的表现，其实就比较好了哦。果然，三星这颗2亿像素的感光元件在细节上的表现，果然还是非常强大的哦。夜拍部分也跟超广角的调性类似，细节表现部分同样是在2倍的时候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异，但表现更好的并不是 S25 Ultra 哦，这我有点讶异耶，而是 iPhone 17 Pro， 这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啊。但在高光抑制上 ，S25 Ultra 的表现依然更胜一筹哦。我不太知道这怎么回事，不过看照片就是这样子。那在3倍的焦距，依照常理来说 ，S25 Ultra 的光学镜头应该要轻松取胜，但真的是这样子吗？日拍部分 ，S25 Ultra 在细节上还是比较优异的，而且其实差异还蛮明显的。那夜拍部分，同样 S25 Ultra 表现比较优异，所以这个明显就是光学跟数位焦距的一个差别哦。那所以这个应该也算是另类的数位落差吗？好，所以在主镜头覆盖的1到3倍焦段哦，
iPhone 17 Pro 还是比起S25 Ultra 有着更讨喜的表现。但在细节部分，我觉得就各有擅长哦。有时候是 S25 Ultra 比较好，然后有时候是 iPhone 17比较好。不过当然是3倍的部分，一定是 S25 Ultra 是好蛮多的哦。这也能解释为什么 iPhone 17 Pro 要把长焦从5倍降到4倍的原因。如果不降的话4倍得用主镜头去负责所以会有多惨，应该可以想象。而 S25 Ultra 的3倍长焦规格，虽然我觉得真的还好但比起数位放大还是要好一些的。好，来到了大家比较关心的望远镜头部分。望远镜头部分评比会从4倍一路比到10倍，其中当然会有数位跟光学焦距比较的部分。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每款手机在数位放大时跟光学比较下会不会差异很多。这也可以评估你要不要用这个焦距来拍摄。首先来看4倍焦距。iPhone 17 Pro 就是用上全新的潜望长焦 ，S25 Ultra 则是3倍望远镜头，微微的数位放大。看规格数据，这个焦距 iPhone 17 Pro 应该会赢得非常的轻松果然在日拍跟夜拍上的表现差距真的非常的明显。但这从规格上就可以知道，这完全不是同一个级距的那5倍焦距部分就是 iPhone 17 Pro 的无损光学焦段内那 S25 Ultra 就是光学焦距了。日拍部分完全看不出差异，都有着非常优异的细节表现。夜拍部分也几乎看不出差异。S25 Ultra 细节上明有一点点稍微比较好一点点但差距真的不大。那8倍跟10倍，我认为才是真正的决战点毕竟两款手机都是所谓的类光学焦距范围。日拍部分 ，S25 Ultra 受益于光学焦距原本就比较长的优势，其实可以看出这个焦段间S25 Ultra 还是略胜一筹。夜拍部分两者差距就拉得更大。但说实在的，两者表现的话，我都觉得蛮好，只要不要刻意放大下我觉得都是给过的所以在望远镜头部分 ，S25 Ultra 的4倍依然是所有焦段中表现相对差的所以我蛮不推荐使用4倍的数位放大。而类光学望远表现上 ，S25 Ultra 果然略胜一筹。其实比到这里，原本我就不太相信 DxOMark 做的评分现在我看那个评分就是越看越迷糊了。那这部分我们最后再来聊。数位长焦部分会进行20倍到40倍的比较那因为 iPhone 只到40倍，那 S25 Ultra 呢可以到100倍那不过这个20倍以上比的就是演算法能力啦。好，直接看照片，无论是日拍、夜拍 ，S25 Ultra 基本上就是以碾压的方式打趴 iPhone 17 Pro。当然，你可以说 S25 Ultra 的 AI 感比较重，但比起模糊不清的照片来说，我认为即使有 AI 感，只要细节不要落差太大，都是可以用的照片所以 AI 其实也是一种能力，不要再跟我说 AI 感真的很不好你要拍的模糊，还是要清晰，但是有 AI 感呢？这就让大家自己决定。接着我们看大家比较关心的演唱会拍摄，两款手机都是用20倍进行拍摄，大家就自己看比较啦。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蛮好比的出来好，我们现在来看 DxOMark 的评分。iPhone 17 Pro 在主镜头以超过20分的差距碾压 S25 Ultra， 而超广角跟望远镜头虽然分数有拉近，但 iPhone 17 Pro 依然超越 S25 Ultra。看上面的照片之后，不晓得大家有什么感受？主镜头我可以理解，这应该是颜色的部分，可能是 iPhone 17 Pro 真的好蛮多，而且在夜拍部分，数位放大，iPhone 17也稍微好一些。不过我觉得差距没有到那么的大所以这个就请大家留言给我啦，我这边就不再继续评论了，因为真的是评论下去会造口业好，来接下来录影实测。进行录影实测之前呢，我们先来进行长时间录影温度的测试那测试会用 4K 30fps 拍摄10分钟，来确认手机的温度是不是在烫手。那烫手的临界点我就会定义到做44度，超过44度就是不及格的那测试前的环境温度大概是30度左右，两款手机萤幕中间的温度都是32度左右。那10分钟录影之后 ，iPhone 17 Pro 的萤幕中间的温度是37度 ，S25 Ultra 则是38度。机背的部分 ，iPhone 17 Pro 机背中央就是 Apple 的那个位置是36.3度，镜头模组会比较烫那是37.4度
S25 Ultra 机背中央的温度大概是37.4度，镜头模组是39.9度，接近40度。那我这边反复进行了3次得到的结果都是 iPhone 17 Pro 的温度比较低一些，在两者都有 VC 的散热底下，一体式铝合金的散热效果似乎真的让 iPhone 17 Pro 散热比较好哦。不过两款手机的表现其实差异不会太多，都不会到烫手的感觉哦。那接着我们就来录影实测，两者在色彩表现上我不觉得有太大的差距，但问题就是在稳定性上。iPhone 17 Pro 真的很恐怖的稳哦，无论是日拍、夜拍都是一样啊。日间录影时，在没有开启动作模式下，iPhone 17 Pro 就已经非常的稳定，无论是走路、跑步都有很好的稳定效果。那开启动作模式下，就更加强大了哦，这是稳到一个差点想骂脏话。好，夜间录影的时候，其实也是同样的状况啊，这也难怪啊，有很多有录影需求的朋友都会选择 iPhone 的原因哦。但如果是静止拍摄的部分 ，S25 Ultra 就不会比较差哦，甚至在望远时清晰度就完全赢过 iPhone 17 Pro。而 iPhone 17 Pro 目前录影看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主镜头的耀光啊，尤其是在夜间拍摄的部分，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弱点哦。说真的 ，iPhone 17 Pro 的录影表现真的是比拍照要好上蛮多的。到底为什么录影可以这么强？好，那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演唱会啦。那演唱会的表现怎样呢？两款手机都用15倍左右的焦距进行录影。那望远焦距呢，还是 S25 Ultra 的强项啊。清晰度上看起来就比 iPhone 17 Pro 要好很多哦。所以如果要去看演唱会啊，去拍一下心中的男神女神做纪念，无论是拍照或是录影 ，iPhone 17 Pro 的即使长焦已经进步很多，但是其实还是比不上 S25 Ultra 的哦。所以到底谁拍照更强呢？从超广角主镜头、望远镜头到数位长焦，两款旗舰机呢，其实各有强项。以色彩表现来说，我真的很喜欢 iPhone 17 Pro 所呈现的自然饱和调性啊，还有那种明亮的感觉。但在细节表现上 ，S25 Ultra 就是更为出色的，尤其是在长焦跟数位长焦的部分啊。所以使用 S25 Ultra 的朋友，我建议啊，自己设定一下喜欢的滤镜哦。相信会让照片更好看，或是我觉得三星可能自己要思考一下，出厂是不是就要把颜色调好看一点啊？那录影的部分 ，iPhone 17 Pro 真的是有够强的，不止在稳定度上、色彩表现上都很好拍、很好上手。只要避开夜间主镜头的耀光问题，基本上就是随便怎么录都好的手机啊。不过，如果你说要演唱会要录的清晰啊，摇滚区的趴杆仔呢，我觉得可以直接拿 iPhone 17 Pro， 完全没有问题哦。但如果是你在比较后面的位置啦，就建议用 S25 Ultra 会更好。以上就是 iPhone 17 Pro 对上 S25 Ultra 的拍照录影比较，别忘了下一集还有对上 Vivo X200 Pro 的哦。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 Play，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